继英国之后，美国宣布对乌援助贫铀弹，拜登这是真不嫌事儿小，往死里做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据媒体报道，拜登政府已经批准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，这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宣布对乌克兰援助贫铀弹的国家。大家知道，贫铀弹是一种高放射性致癌物质，贫铀弹爆炸以后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。除此之外，爆炸以后所产生的粉尘也会污染当地的水源和生态环境。总之呢，这是一种毁伤力极大的放射性化学武器。事实上，对于这种危害性极大的化学武器，无论是国际法还是联合国，都是明文禁止的。联合国代表大会每几年都会提出这种议题，呼吁世界各国禁止使用化学武器。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联合国的呼吁一致置之不理，我行我素，继续使用贫铀弹危害当地百姓及环境。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看到乌克兰军队日渐颓废，为了帮助乌军，英国苏纳克政府率先打破了禁令，向乌克兰提供了贫铀弹。现如今，美国拜登政府也紧跟其后，宣布对乌克兰提供贫铀弹。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，无疑都是进一步刺激俄乌冲突升级的做法。有意思的是，早在今年3月份，英国刚准备向乌克兰援助贫铀弹之际，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却表示，美国不打算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。其结果呢？结果不到3个月，拜登政府公开违背自身的承诺，这种公开打自己脸的做法，实在让人感到可耻。同时也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心狠手辣。从英国率先援助贫铀弹，现在美国紧随其后援助一事来看，这里头有点破窗效应的味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英国打头阵，有效降低外界以及俄罗斯对援助贫铀弹的反应，然后美国政府就可以顺理成章进行援助。毕竟英国可以援助，美国为什么不可以援助呢？这就是破窗效应的威力。这种手法未来很可能被应用到其他的武器上，比如最近拜登已经开始授意欧洲各国援助乌克兰 F-16战机了。一旦欧洲正式援助，恐怕美国也会紧随其后。因此，假如俄罗斯不能实施有效的反击措施，未来的处境恐怕会越来越难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都能看出的问题，相信普京总统以及他的智囊团一定也能看得出来。或许俄罗斯也在准备如何应对呢？具体得看后续发展。不管怎么说，拜登即将援助贫铀弹是事实，这就意味着美国进一步刺激俄罗斯紧绷的神经。与此同时，这种做法也表明现阶段美国根本没有和谈的想法，拜登政府只想让俄乌双方继续打下去，所以这场冲突大概率停不下来。不等到双方彻底都打不动，恐怕都难以服输收场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